我是密子君。继我们上一次探访了我的老家合川，受到了广大网友的好评。这有好多糯叽叽热情地邀请我去探访他们的家乡。第一站要走的是探访老家系列，是小星星本心的家乡广元。小星星第一款美食推荐的是广元的凉面。小星星吃这个凉面，每一次必滴上油滴。我呢，今天要挑战一下，不要滴油，不要滴油。哎，那个要啷个去形容它呀？看上去有点像米皮，它其实属于中间是有一些韧劲的，而且它的外面很滑，又不是很光滑的滑，是有粗糙感的滑。然后看上去红彤彤的，很多油辣子，但还好不辣，它属于很香的。调料也用的很简单，就蜜着油辣子、酱油、盐、味精就没了，还蒜水，但还好蒜味不是很重。完了，对人说话就特别重。我一般吃凉面不太喜欢加豆芽，我都是纯吃凉面。加豆芽爽口啊，而且还有个豆香味在里面。哦，这个调料给的太足了吧，看满满的都是料。广元的物价也是很美啊，这个小份的才多少钱？虽然它里面有韧劲啊，但不会存在说不入味儿。所以这个是热的还是常温的呢？常温的算是，早上来就是热的。在广元，凉面随处可见，一条街各家都有可能是。反正就吃的特别的矜持，就是为了。有人站着。我想它这个调料放进去搅拌了之后，为什么油辣子就变成根状了？是这家凉面的一个特色。搅拌的时候，它的面衣是会有一些根里浮散下的。你待会儿再带你去试一下的话，它就会变成根状。加的调料都是相同的。哦，这一家就是没有把它特别的固体化，就充分包裹、充分吸收。你会把咸菜倒里面去吗？会吃。这味儿呢，我不晓得，他跟我要的啥子？闻着有点像豆汁儿味儿。喝起来它也是豆汁味儿，这且是用酸水做的，它的米其实是比较少的。我还是喝那个吧。哎呀，好喝，这个好喝。它会比粥稍微多了一层绵绵的口感在里面，豆香味很足。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身后一共有3家老孙凉面，他们3家呢都称自己是洞七二正宗的老孙凉面，但是呢小星星就推荐红色是他的最爱，那会不会是我们的最爱呢？去吃吃看。来一碗面，光是看它的料上面就有白糖跟葱花，我感觉这一家会是我的心头爱。这凉面就没有那个入味，一定要多泡一会儿才好吃。它没有第一家那么的糯叽叽。哦，这个咸菜就是我小时候祖祖辈辈的那一代的咸菜味道。它绝在哪个地方？你第一口吃它的时候，它并不会觉得很酸咸，但你越往后面嚼，快吃完的时候，它的那个酸咸劲儿嘣的一下就蹦出来了。然后你再顺着喝一口稀饭，每秒4块钱带给你的快乐。哎，这个锅盔跟成都的那个特色锅盔差不多呀，就军屯锅盔嘛，有点像。这哪来的风？广元的风召化的葱，召化是我们这儿的一个镇嘛，就是说广元的风很大，召化的葱很香，葱香味。我会觉得第2家更好吃一点，会不会第3家也会更好吃呢？第3家有什么特色？没有能说得出来的特色，但是好吃，好吃就是它的杀手锏，就像我一样，长得好看就行了。这家黑凉面呢，它也是以姓氏取的名，叫正凉面。从调料上看，多了一个，这个是啥？青椒，而且是那种泡过的、被腌过的青椒。这个是小星星他爸妈特别喜欢吃的一家凉面。真的，这3家凉面的味道都不一样，而且这个一吃确实是就吃的会比较重、比较回味、比较纯那种感觉的，难怪受老一辈的喜欢。而且它里面会有一些胡椒。黑凉面的口感跟第1家有点像，比较偏糯叽叽的，带点泡泡。
么办？面临选择难题了。来广远必吃3家凉面，什么都不少，3家各有千秋，有微妙的不一样。这3家必须要吃，它都代表了广元凉面。然后由于最近猪肉真的吃不起了，然后本店不单独接受另加肉，价格也上涨了，吃不起喽。炸酱味很香，有猪油的味道，猪油真的是醇香醇香的。让这个白菜都变得好好吃，跟猪油渣炒的白菜一样的美味。刀削面真的很滑快。这个刀削的功夫一看还是上了岁月的，它每一根都保证了是差不多的。机器压制的跟手工刀削面比，完全不是一个概念。这种吃起来手工烧的口感真的太好了。我觉得广元的辣都很温柔，好有嚼劲啊！哇，Q Q 弹弹的。其他省份的刀削面我不太清楚，但重庆的刀削面它里面就会加豌豆。为什么我们那个炸酱和人家的炸酱都不同？我们那个炸酱至少几个小时才制好，应该是水熬的。熬的炸酱是吧？慢慢的搞，你看火要烧得很细。老板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：凡事要熬，熬过去都对了，熬过去都是好了。加油！坚持才是胜利，加油，奥利给！我们去吃下一家。我们吃一桌正餐辣子村，然后这家呢还是小星星说的广元家常菜，然后尝一下这个火爆肥肠，看一下有没有成都的荣源餐馆的火爆肥肠，好吃。这个感觉更年轻化一些，就我夹起来它的时候就很脆很硬的感觉。这里的青椒是人吃的，哇！好吃啊！这个新鲜猪肉，它主要是肥肠里面的那个脂肪还在，而且味道很香，比烧烤还好吃。秀广元物价的时候到了，这多少钱一份？30。哇，这个真的，这是高热量带给你的快乐。再来吃一下这个要趁热的干腰河炒。4个很久噻，4个下饭菜，这个真的包货也是了得，切的好大一片一片的。这种真的是家里面炒的味道，家常的美味是最美味的。来尝一下这个主食，12块钱的酸菜炒面皮。广元的老酸菜，它有一点酸，但酸的很淡雅，很温柔，很知书达理的感觉。听懂掌声。它不咸，我个人呢有点不太喜欢这个味道，它应该吃了有蛮多功效的。吃到难吃的食物都是要安慰自己。良药苦口，这个面皮不错，这个口感吃起来比较糯糯的，而且表皮有那种米皮感。天哪，这个是豆腐，然后里面还给你塞了一点肉在里面，一层一层的豆腐，但它又不像豆腐干那么有嚼劲，它不像嫩豆腐，像布丁的口感。他们家整体的这些味道真的很家常，很好吃啊！天哪，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看到这种扁的凉粉。入口冰冰凉凉的细滑，我觉得广元这边的辣不太一样，它有那种烧焦的辣，又有湘西雷椒皮蛋的那一种辣，里面还加了一些小米辣，比较提鲜。这道菜是我小的时候在宴席里面会经常看到这种有仪式感的菜，贝壳一样的馒头，你可以夹着吃，也可以不用夹着吃，你就夹着吃吧。哎呀，那个炸肉天哦，绝了，那个炸肉太软趴了，这个炸肉，它有点回甜的味道。它大部分还是偏肥的，瘦肉含量会比较少，所以真的是入口一抿就化，很湿润这道菜。
来喝一碗它汤。我觉得老酸菜真的好上头啊，那个味道。我试试了，很好喝。对，很好喝这道。就那个酸菜的味道很像叶子的味道呀，你不觉得吗？天哪，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上头啊！你们可以来川北品一下这个老酸菜的味道。38，怎么打一盆？里面还有豆腐。那相比之下，豆腐跟鱼的话，我还是更喜欢炖那个鲫鱼汤，我觉得挺好喝的。我还是老老实实吃鲜椒猪蹄儿吧。我严重怀疑这一家的时间是停止的，现在猪肉都猛涨，这猪蹄还这么大一个一个的。虽说是鲜椒味儿的，但这个猪蹄香芋鲜椒之前被卤过，糯而粘口的猪蹄儿。才多少钱38。48，这个贵一点。猪肉还是涨价了，这个有点辣。看来广元不是不辣，只是还没遇到。我觉得今天吃的所有的这些，我觉得很家常，很下饭，价格也很亲民，然后这家店的环境也还不错。没想到的是，它居然是在老菜市场里面的。接下来我们吃一个不是那么辣，但它还是比较粘口的、比较糯叽叽的苍溪顶锅肉，也叫驼子肉。给你驼子，给你顶子哦，大块的红烧肉，它的味道会不会跟红烧肉一样呢？我们来尝一下哈。这个它也是老泡菜、老豇豆。这个是名副其实的干豇豆儿，它干豇豆儿都算了嘛，它的口感是属于软的，然后不是特别的绵。豇豆的话，我还是喜欢吃脆的。这个味道也是属于那种千年的味道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越嚼它，它会越有味儿，就是八角咬破了的那种感觉，在你口腔里面，整个口腔充满了那个味道，很不舒服。那是八角还是茴香？哦，那小茴香是吧？你说的那个小茴香，反正就是咬破了很难受的那个。放点小茴香。烧菜里面只需要加一点点，它就够了，加多了那道菜就毁了。这都是前年到腰筋儿。然后这道菜呢，就是瘦肉部分稍微的有点干柴，但上面的脂肪皮很优秀，而且整个盘子肉这个调料还是调得很好的。现在呢要去买一个非常好吃的烤兔，走。确定这个是手撕兔哦？手撕的炭烤出来的。天哪，闻着有一股辣条的香味。像这种炭烤麻辣香味，宁愿被塞牙缝也要吃它。每天晚上下班回家买这么一袋，回去煮个稀饭，拌个凉菜，一家人吃，是不是这么吃的？就这么吃的，行家呀。我觉得明火烤的、炭烤的就是很香，像那种电子烤的，就还是缺了一种味道，缺了一种香气。好啦，我们一共点了3个很有代表性的美食。我先来吃这个辣子鸡干拌面，哇，我一敲开，就那种冷吃系列，油辣香味扑鼻而来。我发现这边的配菜很喜欢用黄豆芽，我觉得这份面不拌不知道，一拌吓一跳，好香啊！它没有调料的那种颗粒感，但这个面条呢又有味儿，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热卤拌面的那种感觉。然后这个面条不知道是今天煮的有点软还是怎么样，就是它入口是比较黏的。加点醋呢，加了醋会更好吃一些，因为不加醋的话，我会觉得它少了一点咸，但它其实是有放盐进去的，但加了醋之后就会比较好了。这个是豌豆肥肠面鱼子，哎，我没看见豌豆啊，豌豆嘞，跟猪肉一起消失了。你之前吃是有豌豆的是吧？我没见过这味儿的，我们一般都吃的酸菜面鱼子，你不想吃？谢谢您嘞。哦，它这个肥肠是卤过的，比较好嚼。好咸啊！刚才来一口肥肠，下面人形状有点不对，不地道了，地道。不地道了，不地道了。像这种比较粗一点的面条呢，就是你细嚼慢咽的话，就慢慢吃嘛，一碗能吃挺久的。我在说什么？真的，越粗的面我吃的越久，它是挺有嚼劲的。然后你咀嚼到后面，它会成块状在你的口腔里面。粗粮版的乌冬面，它
口感是滑的，但表面不是光滑的。然后汤头的味道就还是有点油辣油辣的。哎呀，我今天成功了，我还没有滴上油，吃的很小心翼翼。在你们的城市有类似于像这样的面食吗？我觉得它的辣其实有点像现捞卤味的那种味道哦，现捞卤味真的，我们合川这边都开了很多家，路过的时候闻着真的很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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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我觉得它那个香有点不正常，太香了。油炸茴香饼，更多的还是面粉的口感的。我严重怀疑沈星同学这一家换老板了，翻车了。今天的川北觅食之广元之行就到这里了。我会觉得广元凉面有点溜，是很不错的，大家有机会可以来试一下。真的是一条街上8、9家都是广元凉面，而且每一家都有属于自己的味道。好了，我们再一次的感谢小星星本心的邀请，虽然有些店翻车了哈，但是依旧还是很快乐，吃到了我们想要吃的美食。我们的口号起来吧，爱生活，爱米子，跟我一起做一个快乐的吃货吧。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大家一定要多多评论呢，我会在上面积极回复大家的。